当上吴寒宫公主的吴柏林，对吴寒宫内部进行了改造重组。首先，他直接让人拆平了一个近100平米的极地实验室，将这个实验室内的所有物品清空，然后将它作为自己的寝宫。说是寝宫，其实就是打坐修炼的场所。毕竟对他这种修为的人来说，睡眠早就不再是生活的必须。其次，他又将这些日本科考队员们的寝室进行了合并。以前一些领导还有单人间可以住，现在已经全部改造成4人间。最靠近他寝宫的那些宿舍已经被全部清空，这样就让他与其他人多了一层物理隔离。不过，吴柏林并没有一直沉浸于这种虚名，以及被数十人顶礼膜拜的假象之中。简单的内部改造之后，他让菊地航平找来一张最大最细的南极大陆地图，开始在地图上规划未来的探索方向，寻找传说中的飞升之门。他让菊地航平根据人类在南极活动的情况，把南极所有科考站附近方圆50公里的范围都在地图上用圆规标注出来，然后又把南极点方圆100公里也用圆规标出。看着地图上散落的一个个圆形，吴柏林将视线集中在了那些距离圆圈最远的地方，亦或者根本就没有圆圈出现的区域。他觉得现代人探索南极已经很多年了，这些科考站以及南极点周边肯定都已经被他们探索过，就算真有什么修饰的遗迹，恐怕也早就被发现了。所以他打算直接忽略掉这些地方，专挑那些人迹罕至，甚至人类几乎不可能探索过的地方。起初，他想过自己只身前往，毕竟只要脚踩的是陆地，这种环境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麻烦。但是很快，他便意识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，自己很难在极夜的南极辨清方向。再说，放着这么多东瀛的免费劳工，不用白不用。于是，他用红色的马克笔，在硕大的地图上圈定了几个区域，然后指着最近的一个问菊地航平，如果我们开车到这里需要多久？菊地航平拿着尺子在地图上量了量，又在计算器上算了算，说，回禀真人，去这里大概有300公里，不过我们要绕行一些山脉，所以总路程大概400公里左右。雪地车需要2天时间赶路。吴柏林淡淡道，400公里哪还用走2天？你去组织人手，搞一个10人小队，开3辆车，我们2小时后出发，24小时内必须赶到。菊地航平没有任何迟疑，当即恭敬地说道，好的真人，在下这就去安排。2小时后，一个10人小队已经在吴寒宫院中集结完毕。他们准备了3辆履带式雪地车，这种车的体积很大，每一辆都能塞下10个人，但吴柏林自己乘坐1辆，司机便由菊地航平担任，剩下的人则分散乘坐另外2辆。3辆雪地车开出营地，便朝着几百公里外的山脉行进。吴柏林乘坐的车辆在车队的中间，他并没有着急打坐修炼，而是坐在副驾，看着周围茫茫冰层覆盖的大陆，询问菊地航平，菊地，南极大陆的冰层有多厚？冰层？菊地航平愣了愣，说，真人指的是冰盖吧？吴柏林摆摆手，一个意思，我就想知道，这冰层距离真正的陆地有多厚？菊地航平想了想，说，整个南极大陆，绝大多数的平地都是完全由海水冻结形成的冰盖，冰盖厚度平均在2000米以上。2000米，吴柏林有些震惊。古人说，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，3尺换算下来也就1米而已。可是这里的冰层平均竟然超过2000米。传说中的飞升之门，如果不在冰盖之上，而是在冰盖之下的陆地之上，那岂不是要深入冰层2000米才能找得到？想到这里，吴柏林心里有些绝望。看过南极地图的他，已经知道南极大陆究竟有多大。原以为可能是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冰层上寻找线索，可现在看来，是要在表面积几百万平方公里、深度2公里的冰雪空间内寻找线索。这个难度可以算得上是地狱级了。可是，即便难度是地狱级，
吴柏林依旧不打算放弃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在吴飞燕麾下，根本没有机会摆脱他的束缚。若是找不到长生之道，自己甚至还活不过吴飞燕，所以南极可能是自己最好的机会。于是，他心中暗暗发誓，只要传说中的飞升之门真的存在，那无论他在哪里，自己都要把他找出来。经过整整24个小时的不停奔波，3台雪地车终于抵达了吴柏林指定的位置。此处位于一个北向的山隘，寒风刺骨。吴柏林下车之后，行走在冰川之上，走了几步之后，便停下来，用手掌按在冰面处，然后释放灵气，以此来探寻和感知冰盖下面的情况与结构。以吴柏林的实力，他的灵气若是在空气中传播，方圆10公里的动静都逃不出他的感知。可是面对2000多米厚度的冰盖，这种传播力度明显差了许多。莫说探测方圆10公里冰盖下的情况，他灵气释放出去，并且穿透冰层抵达岩石地面之后，四散的范围也不过区区3-4里地的样子。对他忠心耿耿的菊地航平见他手抚摸着冰面，眉头紧蹙，忍不住关切地问：“真人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”吴柏林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情。”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对菊地航平道：“上车，往南直行2公里。”菊地航平立刻点点头，恭敬地说：“在下遵命。”随后便立刻招呼其他人准备上车。吴柏林回到车上，一直唉声叹气的嘬牙花子，心中忍不住感慨，一次查探的面积不过方圆2公里，这得何年何月才能把整个南极大陆探索一遍？而且每次探索到2000多米深的地面，灵气耗费都不可小觑，长此以往，灵气也会枯竭，到时无从补充，岂不只能放弃？菊地航平一边开车，一边又忍不住问：“真人，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不妨说给在下听听，看看在下能否为您提供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”吴柏林冷笑一声：“开好你的车吧，这哪是你能帮的事情？再多说废话，小心我割下你的舌头。”菊地航平见他似乎有些动怒，当即不敢再多说半句。吴柏林并不知道，现如今的南极科考早就有了一种名为冰雷达的东西，这玩意的探测深度有2000到5000米，能探测到冰面下的结构，许多冰下盆地、冰下基岩、冰下湖泊，甚至冰层裂隙都是靠它探测出来的。这种雷达分地面和航空2种，地面顾名思义就是在地面操作使用，航空则是由飞机或者无人机吊装在空中使用。而这2种设备，日本科考站，也就是现在的吴寒宫内都有，只是眼下冬季无法使航空器，但地面冰雷达的使用没有任何阻碍。若是吴柏林把自己的需求告知菊地航平，菊地航平一定会第一时间向他推荐地面冰雷达，只需要回去把雷达装上车，就可以一路走一路探测，效率比吴柏林自己一点点找要强上无数倍。只可惜闭关100年，没读过多少书，更没怎么深入了解现代科技的吴柏林哪懂这些。他甚至有着一种超然的优越感，认为除了灵气，不可能有谁能探测到2000多米深的冰层之下究竟有些什么。